相爷府中菊花盛开，而且拥有许多珍品。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，不禁让人联想，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。我是担心，与公主的幸福生活，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？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，只要我们善加珍惜，怎会有幻灭之日呢？正因为得天独厚，难免遭人妒忌。我是担心，万一有人从中破坏，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。驸马，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别说是我，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。请驸马尽可放心。公主，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，公主不必当真，更无需忧虑。夫妻有如同命鸳鸯，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，都跟公主有关，我又怎会不当真呢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这就对了。只要我们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光，又何必瞎操心呢？原来其中竟有如此曲折离奇的内情。身为皇室之尊，没想到也难脱儿女私情。本王险些就成为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了。不，王爷当初既非心存欺骗，其后又非谢责逃避，又何来负心之说呢？包大人，你是在替本王开脱？包拯本就不该过问王爷的私事，然而男女之情既是两情相悦，又无人因此受到伤害，外人恐也无权指挥。包拯一生办案，依法论法，也并无触法之处啊。与包大人谈儿女私情之事，似乎本王是自讨苦吃啊！包拯生性严肃，还请王爷见谅。本王并无他意，只是想借此说明小双夜探王府的动机，也好让包大人不必再担心本王的安危罢了。王爷用心，包拯明白。不过，还是请王爷尽快禀奏皇上，以安圣虑。包大人总是公而无私。也罢，本王随后就进宫。多谢王爷。而后有关这儿女私情之事，本王绝对不会找包大人谈，而是跟展护卫倒有颇多的话题呀。大人切勿多心，八王爷是在取笑展昭。本王也不与展护卫谈，这种事情就留给本王自我评断吧。展护卫随本王一去数日，想必耽误了不少公事，如今已经安然无恙了，你就随包大人回府公干吧。本王也稍作准备，随后进宫面圣。是，包拯告退。请。
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，如今就进展到此。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，确认不是她的丈夫。正是。那既然是认错了人，此案不就已了了吗？理当如此。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。秦香莲如今可在府中？我去跟她谈谈。不，他帮春哥买笔去了。哎，真是可怜啊！她一个女子，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，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助与无奈。就是他。是你要见我吗？公公应该认得我才是。不错，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。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，请公公转告他，我要见他一面。你到底是要见谁？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？公公不必看了，香莲是一个人来的。洒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，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，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。洒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公公身为驸马府的总管，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。你错了，洒家一向与人为善。既然有人来见洒家，洒家总归要出来见他，或许还能帮人一把。倘若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公公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。告辞。你到哪儿去？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，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。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？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，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？如果洒家能帮上你的忙，那香莲向公公保证，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。你见到什么了？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。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。情势所逼，香莲别无选择，只能孤注一掷。如果洒家确实不知情，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。香莲也只能别无选择的去揭发他。如果洒家让你见他，那香莲保证，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。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，再也不会回来。好吧，洒家安排你从侧门进来。至于他肯不肯见你，那洒家就没有把握。香莲多谢公公。
又找到驸马府来了。驸马爷不必惊慌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。这府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奴婢的2个心腹在门口守候，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。你疯了！我为什么要见他？你安的什么心啊你？驸马爷，依奴婢之见，你应该和他去见上一面。为什么？理由何在？他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，如驸马爷不肯见他，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。若不是如此，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？至于见与不见，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了。他见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那奴婢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奴婢可以确定的是，见他一面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在这驸马府里，谁也对驸马无可奈何。问明，那你认为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好呢？驸马爷，这一点恐怕你就不必问奴婢了。好吧，我见他。奴婢会在门外等候。香莲，你还好吗？你说呢？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。魏公公，有人接近吗？没有。去，把韩琦找来。是。爹，娘，爹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。我带着爹娘的牌位，带着春哥和冬妹，一路沿讨而来。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，可是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，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，抛弃妻子。
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通广大，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，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。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。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魏驸马，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。不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。我不是要跟你解释，我不管你怎么看我，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，对吧？好，你既然想说，那你就说吧。当时我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时候，的确是欣喜若狂，本以为就可以回家乡光宗耀祖了。谁知道？请。韩琦见过公公。你们俩下去。是。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，你要暗自藏身，等她出来之后，你要牢记她的相，等洒家的吩咐再做行动。是，韩琦遵命。你先下去。嗯。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，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，立刻就化为乌有。回想之后，还是一事无成，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。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。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，我爹教你孔孟之道，你自己10年寒窗铁砚磨穿，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？香莲，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，就差人送银两回家，可是……住口！陈世美，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？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！爹娘，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，快乐的过日子。2个孩子，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、照顾他们的爹，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、安贫乐道的丈夫。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，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。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理由，都无法解释你忘恩负义、泯灭人性的无耻行为。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，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，勤奋向学。可是如今，
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，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，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。香莲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。我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。哦，那就好。从此以后，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展护卫，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，你可都清楚了？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言明一切。本府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属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。展护卫此言，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直言。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。展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，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。展护卫不妨略作分析。是。纵观全案，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。你是依据本府以明慧方丈框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。正是。至于陈春的失踪，秦香莲的神态有异，的确让人起疑，却又无法证实。所以属下认为，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，从白云寺查起。展护卫是说，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寄读的陈世美，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。属下正是此意。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，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大人，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，的确是可行之策。然而，学生不明白的是，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，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？并非展昭不愿采信。一般而言，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。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，就很难用常理判断。以属下之见，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：她对陈世美情意未了，而不忍见她身首异处。
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。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、推断人性之时，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。其实，多少刑案皆是源自于此，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。是，学生受教了。总之，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，你我就由泸州府着手。大人，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，明日便要离京返乡，现在已无原告，大人又如何续办呢？如今，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，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，另起一案，由开封府主动侦查。是。可怜那秦香莲，千里迢迢到京，却无功而返，他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。情之一字，的确误人。然而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啊。爹，娘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家了。香莲实在不忍对世美做些什么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会全心全意的把春哥和冬妹抚养长大，让陈家的香火继续传续下去。媳妇儿向你们保证，绝对不会让春哥步世美的后尘。请爹和娘在天之灵保佑。你来干什么？奴婢是关心驸马，特来看看驸马是不是失眠了。失眠？我这几个月以来，几乎是难以成眠。奴婢倒有一个能知失眠之苦的良药。你倒是说说看。只要除去驸马爷失眠之症，自然就可以安然入睡了。魏明，你不要跟我打哑谜，有话直说。好，奴婢就直话直说。陈春已经来认过人了，那秦香莲也为驸马遮掩了身份。只要他明日回舒城老家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再敢来打扰驸马爷了。难道开封府的包大人，他就会撒手不管？包大人，告状的人都走了，那包大人又查什么？问什么？
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。普天下只有2个人知道驸马爷的身份，一个就是奴婢。你这是在逗我？这整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正因为如此，奴婢是永远不会说的。可那另一个人，你是说秦香莲？不会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这女人嘴里的话，可就难说了。何况你已经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不知道她哪天又会回京城。到那个时候，包大人不但要明察，还要查办。到那时，驸马与奴婢恐怕有可能身首异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什么？你要杀他？驸马，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。不行，不能杀他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？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，奴婢可以确认，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，势途末路。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既然从此关系断绝，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？可是他毕竟是我。驸马，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。就算你不同意，奴婢为了自保，也得杀他。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，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，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。纵然奴婢有天大的本事，总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杀了吧？就随你的意思。可是，我的2个孩子，连他们的娘都不在了，留着他们，不是在这世界上受苦吗？都已经被视为无情无义、泯灭人性的负心汉，
我再坚持有什么用？只有照你的意思去办了。韩琦，在。属下韩琦参见驸马。魏明，你这是？奴婢只是想在驸马爷面前交代清楚。韩琦，属下在。你还记得洒家叫你牢记的那位妇女秦香莲吗？属下记得。明日她会从开封府衙出城，你一路尾随，到了城外再动手，记住要一丝不留。是。还有，他身边的一男一女2个孩子也一起除掉。属下遵命。好，那你先下去。魏明，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向他交代？决定是驸马爷亲自下的，总不能让奴婢一个人承担吧？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自保，还请驸马爷多多担待。香莲母子，多谢包大人照顾之恩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你确定要返回陈家村？是。香莲来京之事已了，理当返回家乡。你的子女幼小无助，若有任何需要，尽管来找本府，无需顾虑。香莲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。香莲就是再苦，也会把他们抚养长大。此生应该不会再来京城了。哦，倘若本府找到你的夫婿陈世美呢？若是如此，那另当别论。倘若包大人将世美寻获，香莲必定再返京城，当面向包大人叩谢。本府答应你，要全力协寻于他，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返乡之后，静候本府通知便是。香莲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代本府送他母子出府。学生遵命。走。请。大人，可曾看出秦香莲有所异状？本府正是有心试探。倘若驸马府中的那陈世美不是他的夫婿，又怎会忘却请本府代为寻夫之事呢？可要把他们母子留下，再做追问。不必，他绝不会松口承认。
还是依照展护卫所言，由白云寺查起。是。香莲，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，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。多谢公孙先生，多谢两位大哥。对，回家的路很远，你们一定要忍耐，坚持，知道吗？那爹呢？东贝，你别问了。为什么不要问？爹不在京城，是娘搞错了。包大人会帮助我们找爹的。等找到爹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见到他了。真的吗，娘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回家等爹，好吗？走吧。三打白骨精，三打白骨精。三打白骨精，三打白骨精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下我的孩子！想要孩子就跟我来。东贝，东贝，你放下我的孩子！东贝，东贝。你抢我的孩子干什么？只有这样，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东贝，你不必看了，这里没有人会来，你们也没有路可走。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。
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